好，刚刚讲哈，进口蛋现在追查啊，只是为什么等了1-2年以后才追查了啊？我觉得实在是拖太久了啊。民进党委员说不要打假球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媒体也讲嘛，你拖了1年，现在才启动，而且承办检察官跟金华城案的是同一个人，这也太巧了啊。那民进党团说是你们乱打一通，哦，是围弹救柯，哦，就打鸡蛋啊，救柯文哲啊。那另外呢，这个侦办官员侦办的方向是不是转了？本来是要侦办官员的，官员图利才严重嘛，现在变成业者诈欺，现在用诈欺罪办业者，哦，你们骗政府，哦，政府只是笨蛋被你们骗而已，政府并不坏，哦，笨而已，哦，你们坏，因为你们是诈欺。哦，所以呢，就官员图利变成业者诈欺，那这差蛮远的哈。那另外呢，这个绿营的大咖啊，也少了啊。譬如说，像这个原来的这个林聪贤啊，林聪贤也没有，陈吉仲也没有看到。的确啊，我刚讲，我说大官怎么都不在，怎么都是查一些小咖？小咖能够决定那么几亿、几十亿的东西吗？你觉得有可能吗？对，怎么可能嘛？所以郭正亮说，赖清德是说，现在就转移柯文哲案。哦，所以有高手在后面操盘，因为呢，柯文哲现在好像有点僵住，哦，那所以呢，赶快转移，办一个案子出来，哦，所以检察官同一个检察官。那另外呢，张启凯是说，去年进口的鸡蛋，把它打成蛋的液体，今年把标给改了，啊，他认为是过期了。那政府说没过期，哈，是在效期内，蛋的效期它多长啊？我们平常从超商买一个蛋进来。放超过1个月，我们大概都不太敢吃了。对，就算了。你这个玩意儿漂洋过海那么久，先是成蛋不行就把它改成液蛋，你给谁吃啊？哦，但是谁敢吃啊？哦，所以呢，游淑慧就是你看，连个蛋都办不了，还不如滚蛋算了。我们看一下。单位针对鸡蛋的部分哈，有来请畜产会的同仁跟相关的本会的同仁哈。负责侦办金华城的黑金组检察官唐仲庆很忙碌，前一天才发动14路搜索约谈超私案，隔一天再追金华城案。只是超私案从蓝营民代告发开始，已经超过1年时间。你要办超私很好啊，那请你的侦查强度要不要比照柯文哲、陈吉仲？你有没有约谈？你是不是今天在办超私案？你有没有天花板？那个畜产会的董事长，你有没有约谈？你拖了1年，到底是给了他们1年时间串证，还是灭证呢？他们错了，事实证明，检调一切都在侦办当中。蓝委之一不是没道理，因为同样是图利，也同样是蓝营民代告发，也是同一个检察官。比一比金华城案，蓝营民代今年5月2号提告，柯文哲8月30号就被搜索约谈，从提告到约谈不到4个月。相较之下，超私案去年9月就被提告，却直到24号检调才开始有动作。最近我们发现这个液蛋又拿出来卖了，将近1年前开做的液蛋。最近又拿出来卖了。同样是图利罪嫌，却有不同侦办速度，想不让外界质疑办案分颜色，检调可得加快侦办脚步。对，按照张启来那样讲，去年蛋今年打成蛋液拿出来卖，哦，怎么弄煎一下？你因为他没写字，我几号？我们平常蛋还看得出来几号效期的，几号生的蛋，几号效期。那液蛋我不知道啊，变成这样啊。现在这样子哦，大家对这个事情的最质疑的地方，不是像吴思瑶刚才所提到的。说啊，都在办，别忘了哦，是前几天白银的人士出来讲，说，我们的蛋的问题怎么都没有办呢？是这样子，因为大家一直给一个社会上的压力，所以他开始办了。那你可以看刚才智恩讲得很清楚嘛，从进来之后检疫，然后这个运输，然后这个冷冻仓储，到最后还要洗蛋，帮他洗蛋出去等个整整的，你会发现这个超市。他没什么角色他角色就是什么挂个人头领钱，就这样子。监察院怎么讲？监察院的报告内容提到哦，监察院讲的哦，农业部与畜产会等离谱的作为，应该已经符合刑法131条之1。他讲这样，他说这就是图利罪构成要件已该当，却未见北检。
积极的侦办。所以现在办给你看嘛，就这样子啊，他已经讲了图利罪，这很清楚，而且点名哦，是农业部以及畜产会一个陈其仲，一个林宗贤，对，已经点名了。可是你却发现到检调啊是很节制的嘞，办你给你看嘛，你们说要办嘛就办一下给你看，但是这两个不碰，碰到是底下一个什么单位的执行长，就类似师长之类的一个副师长、副师长之类的，就办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他是不是在往上办呢？而且隔了这么久，人家高花了超过1年，柯文哲的事情高花了4个月，你可以办，所以我可以这么讲啊，办郑文灿，我都觉得那个的力道都轻轻的结束了，就侦办结束了，关个47天抓出来了，小放大，有交代可以的。这个蛋呢，我也不认为以后办得多伟大，但是办柯文哲我就很力气的哦，你就发现到柯文哲啊，就是穷凶恶极，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我觉得从外面看是这个感觉啊。正常没有，我们蛮惊讶的一点说，民进党怎么敢这样做，这么敢呐、明目张胆的是把这个超私这种事情，任何人用膝盖想就知道就是一个弊案嘛，这就是一个人头公司嘛，背后就是有权力的人不然的话，政府完全帮你摆通关，所有事情帮你处理好，3800万白白的赚，哇，天下有这种事情，检调单位如果连这个能力都没有拖到现在1年，超过1年不办，是把人民当笨蛋，把在野党当空气把政府当工具，所有事情他为什么？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像超市这种案子我这边有罗列，有人整理出来了，民进党至少有100个案子，类似这种案子，每个到最后面都无疾而终，对社会都没有什么交代。问题是在野党有什么能力？就这样子我就说没有。包括刚才吴思瑶还在讲，都有在办是什么样？把大家都当傻瓜、当笨蛋，都没有看到，是不是看不懂吗？那民进用这个法律有普遍适用原则啦。其实我同意一点，就是如果超私案现在才办，超私不是超市不要念错，超市没问题，超私有问题。一个2022年9月成立的公司，到2023年3月，它就可以承接8814万颗蛋，中间有将近1/3到半数直接销毁，这是民脂民膏，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算是同一个检察官，我想他应该有比例原则了也就是说，你用拿去办柯文哲的力度来办超私案，我觉得绝对不会只有副司长，因为柯文哲这个整个案子从这个副司长以降每一个不断的查这个相关的证人，有些转污点证人，有些变被告等等，他用这样力道来办我相信超私案绝对不会是副司长，因为这个太不可思议的。等于这个案例给这个年轻人一个启示了，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不劳而获跟坐以待毙，坐在领新台币是可以的那个政府一路开绿灯，如果政府对每一个年轻人创业都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政府是大有为政。现在是对超私，这当然对我们教书人、对学生很难交代了。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网络上说，这个他们写信来问江老师，听说我国文很好，我一个学生写这个成语写错，你怎么纠正他？他怎么写呢？他有事弟子夫妻了，他写错字，写成坐牢的牢。我本来说写错，叫纠正，现在我纠正我自己，真的写对了。像超私案那么大咖，竟然是副司长，果然是有事弟子夫妻牢，出了事底下去坐牢。那对这个案子来说，当然目前看起来要成为比例原则，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什么信心。可是从蔡英文总统一直到赖清德总统都说司法要改革。如果赖清德总统也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郑文灿案子过了。现在柯文哲正在办当中，尤其是现在有同一个检察官，如果用同样的力道，不论这个蛋最后是怎么样，至少那个力道跟比例原则，还有这个办案的方式跟力度一样的话，我认为民众对于司法还会恢复点信心，否则他们的司法只是一个玩弄的一个棋子而已。所以我认为说，赶快吧，让这个超私案至少给国人一个交代，因为这是太不可思议的。我们教书这么久，管理啦、营业啦或者创业等等，没有看过超私这种创业方式了。所以我说，这个2022年9月成立的公司，原一个人公司50万，他能够在2023年4月就能够承揽这么大的一个业务，而且完全政府开绿灯。
这个政府其实是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那魏时你怎么看？就是我相信你们现在民进党的年轻的政治人员觉得说，这钱就这样可以给人家吗？你们都不会觉得这个很奇怪或者很生气吗？所以我觉得，就民进党的这个一贯的原则，面对司法案件就是，该办就办，就是勿枉勿纵啊。好，那但刚才讲到都说，从这个案子跟这个金华城的案子，好，因为大家都说一样是图利罪，但我想这两个案子还是有一些，在根本上有很大的不一样。哈，就是第一个是那个时候确实是全民就是缺蛋的状况，台湾就是缺蛋。那在去年，就是特别是2022年到2023年年初那个时候，那缺蛋的状况之下，那要紧急来应变这件事情，那确实会面临到就是说，那行政机关要紧急的采购、紧急的应变。那我要说的是说，这跟金华城案子第一个不一样是，这个确实是人民有需要蛋，所以来做这样子的采购的行为。那但是金华城案不一样。金华城案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没有其他的市民受贿，只有一个跟柯文哲市长特别好的市民，就唯一一个。那第二个是说，就说好图利的范围，大家一比也就知道说这个超私这个案件，假设好，那这一个业者他有相关的这个收益，我想金额跟金华城来比，这是小巫见大巫了。好，但我认为司法案件不应该这样子类比，因为你就是仔细查，到底有没有出现问题。那所以大家一直在讨论说，那这个案子都有没有查？但现在来证明说，确实一直都有在查，一直都有在查。那我想大家都认为说，司法我们希望这个司法独立嘛，我们希望让司法有这个侦办的空间。那我不要讲说司法侦办的过程，就以行政来讲，我们一般做行政作业，你前面都一定要有一些准备工作、调查的资料等等。那我说回到这个案子来看哈，这个当初的整个紧急采购，我认为就超市案子可以分几个层次去看，它到底哪里有问题。第一个是说，无论是多紧急，政府的采购就是要依照采购法。那你当初这个案子有没有符合采购法的规范？好，那第二是说，那当初这个采购法如果有合乎规范，那签订的契约，这契约内容合不合理？合不合理？那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依照这一个契约来执行？还是你其实依照这个契约签 A， 但你执行了 B？那所以我觉得分这几个面向，其实很清楚可以看出，在整个案子当中到底如果有问题出现在哪里？那我最后还是要补充，就是说，其实农业部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有说明了，就是说这个案子呢，也确实当时候也是用这种紧急的方式来处理，那所以要来调节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蛋的问题嘛，哈。那如果这个当中有确实做的不够那么样子这个详尽的部分，农业部已经有进行了这个行政的调查，而且主动移送检调单位来厘清。那我们当然就是最后还是强调，无论怎么样的司法案件，我们都希望就是彻查到底，这是一贯民进党的立场。这就看你从什么地方切入了哈。我觉得应该很重视它的原因，因为进口是鸡蛋，是要给百姓吃的。这个蛋如果有问题的话，譬如说放了非常久，你还可以拿出来给人家吃的话，那你这个危害是非常大。那你说金华城怎么样？我认为这个案子对伤害的人数大概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哈。何况刚才有人说，这个现在又拿出来卖，那这个是叫做不可思议啦。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不能因为说哦，当时大家紧急需要这个蛋，所以呢，你就把这个标准放得很宽，然后呢，谁都可以进来。那我的感觉就为什么要放这么宽呢？这个裁量权在行政权啊，对不对？所以政治的高层，你做什么样的决定，可以让这个网可以放得这么宽，做医美人可以来申请鸡蛋进口，可以来变成来卖这个鸡蛋。这是很荒谬的事。你第一个审查的时候，你就问他说：“啊，你的专业是什么？你的申请的公司你是做什么的？你做医美的竟然可以来卖进口鸡蛋，这个第一步就应该被挡住嘛？谁没有挡住？当然是行政部门没有挡住嘛。所以查这个东西不是查卖这个申请鸡蛋的人，最重要你要查的是
谁打开这个门？打开方便之门呢？这个是谁？这个是官员，这官员怎么做了？然后你这官员，你的层级，你可以做这么大金额的这个核定吗？你没有更高层级人，这个示意，或者是同意，你现在不是讲柯文哲有什么下调子，哪一个如何吗？显然他就是想要包批放水吗？那这个案子你都没有高层帮这个忙的话，你认为这种中下层的这种官员，他敢做这种决定吗？我认为是不敢的。我基本上这种，在我来看就是发国难财了。对，趁着国家有危难。但是国难是谁造成的？鸡蛋会缺这么多吗？因为无能嘛，无能有2种，一种是有意的，一种是无意的。无意的说我就是无能，一种是我明明知道，开始我不解决，然后最后蛋荒，大家都在骂、都在叫的时候，好，那我就开放了，然后替这些开放，甚至替自己图利，这看起来不就这样子吗？开始的时候，他如果早就农委会他知道嘛，对不对？知道这个或农业部知道蛋的供需嘛。早就应该采取行动嘛！你这种可能只要进口一小部分蛋就平抑了，但就没有人敢就囤积居奇了。东西很多就是这样子嘛，你疫苗不是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吗？你真的没有疫苗吗？你就是不用，就说 BNT 是上海的，就是大陆做的，我怎么就是不买 BNT？ 那其他又买不到，那怎么那怎样呢？最后呢也是搞一堆作废的疫苗嘛，然后又判断不准，但我到底要多少？应该进口多少？口罩不是一样吗？光电也是一样啊，就把核电都给你禁了，你电一定不够嘛？这算也算得出来会不够嘛？对不对？你绿能怎么会来得及呢？那这怎么办呢？只好所有地方能够搞这个太阳能就搞太阳能，所有能够搞这个风电就搞风电，然后又很紧急然后第一批你记得吗？很高的价钱标出去，这不就发国难财吗？把老百姓当成凯子，把纳税人当成凯子，然后中间不知道多少人在中间上下其手能够获利，很可恶啊！休息再回来。长者是宝，需要陪伴与照顾，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吧，蓝绿又联手在程序委员会封杀总预算案了哈。那有一个立委访中要那个也是那个谁啊，那个沈伯洋提出案子也被阻挡，被没有封杀，只是阻挡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就说呢，军公要加薪、长照3年都受影响啦。军公要薪水加不了，就是你们蓝的害的其实民进党会搞这个了。最早很多年前，记不得什么再怎么野蛮，你记得吗？对，就是立法院的时候，国民党有删，民进党就像你说，再怎么野蛮，也不能删这个军人的这个预算啊。再怎么野蛮，那还蛮有效的。那个最早提出来是吴乃仁提出来，反正蛮有效的。对，其实现在就一样的意思啊。国民党团说我们没有删，那我们只退回啊，叫你补充啊，叫你把这个一些该增加的预算增加，因为宪法规定我们不能为增加预算之提议嘛，所以你们自己去调啊。是要求行政院重编啊，行政院绝对不肯重编的，我跟你干到底，我编什么？到时候你不让我过，我就骂你赖清德下了3个军令，民进党院会委员会要全勤，通通要来，全员到场，全程参加在程序委员会院会动议呢，所有党团成员都要全勤参与，全面服从党团指挥，贯彻团结的精神，就下了动员令有点大陆的味道，通通过，按照跟着党的脚步走劳工部团长跟着党的脚步走然后总预算表决呢，弃选罗廷伟，好吧，罗廷伟等着谈。我们先看一些这个总预算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在总预算案被退回程序委员会后，朝野换地方交锋，全民受害，总预算要退回，合理吗？各种手法道具齐全，花式干扰彼此发言时间。请大家拍他们，就是他们，让立委记住他们。民进党自己想一想，退回来以后有没有协商？没有，你们就在演戏嘛。林国成委员，我无讲恁讲对人去诽谤，协商什么时候是在程序委员会里面做协商？那本来沈伯洋一直提，那你们也一直挡。沈伯洋的案子，你们认为今天这
这个程序委员会很重要，请问一下，我们博洋委员为什么不来？不满政院的预算编列审查是否要再往后延，朝野没共识，直接现场表决。我现在赞成林世明委员提案的，请举手。赶快举手！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帮忙指挥交通，只是看看角落，穿着黑色衣服的国民党立委罗廷伟，怎么好像没举手？赞成者9人，反对者7人，弃权者1人。蓝白联手最终绿营2票直差落败，不过罗廷伟没举手，也让民进党很意外。罗廷伟，台中市的立委今天不敢举手表决，显然也有区域立委知道自己这样作为是错的。难不成是担心开罪泛绿选民引发罢免危机？自己人则认为太多绿。我们尊重每个程序员，因为他可能有选区的压力啊，这不是蓝绿的问题，这是正确的事情，就是应该要做。保障医疗点值0.95，怎么到现在还不编呢？坚持的是对的事情，一点都不用害怕。每个立委难免有选区压力，但重大议题，希望党内别有杂音也是人之常情。那之前现在你们现在在程序委员就给他退回，叫他重编，他这不编，最后怎么办？就是彼此之间就需要沟通嘛。我觉得卓荣泰还有包括韩院长，我相信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嘛。这个本来就是在野党天经地义。柯建铭2003年就说嘛，你可以退回总预算，你可以修正，可以重编啊，他都已经讲了。为什么柯建铭说的就好像是在帮人民的这个荷包把关？我们一提就表示说我们在阻挡所有的一个建设，而且民进党真的是非常的可恶啊，他们就完全就是混淆视听，明明就是退回，请他们重新检讨重编送过来，我们就在委员会里面好好的审查，这本来就是民进党过去在野党的时候也可以用的一个招数。他们现在完全混淆视听啊！你看看，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很生气哦。我们每天都被吊着打，你看看这么丑的照片，他就告诉你早安，高雄各位乡亲早安，然后呢放一个柯枝，我很难得有这么丑的照片，好不好？温朗你家昂阿桃你家，你看对比无像不像，他就特别给你找结果丑的照片，然后把对面的民众党8席的委员也是蛮丑的，不过你们是黑白的，所以没有我那么明显，好不好？早安图给长辈看的，选一张漂亮的，可以一天非常的心情愉快。你找这么丑的早安图，长辈会吓到的。可是你就会告诉他，你看你们的育儿津贴没有了，你们的爸爸妈妈的他们一些所谓的长照的津贴也没有了，公教人员津贴也没有了。他就用这个方法，然后到目前为止还是搞不懂退回跟封杀它的动词的定义在哪里。不过我想他们是一贯的手法，然后会不会有压力？当然有压力，因为走到任何地方去，人家都说啊，你们为什么退回我们的预算如何？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做一个解释，所以也难怪我们这个新科的委员啊，他因为自己来自一个比较是有一些绿跟蓝都是非常的5比5的地方哦，所以当你的心理韧力不是很强的时候，其实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过我还是要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选区的一个压力。不过这个部分就是还是一句话，要联合作战的理由就是告诉大家，你要来沟通，我们不是不审预算，你来沟通，把预算编足编满。可以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大家坐下来好好审预算，没有人会挡这个所谓的地方的建设。高雄的捷运需要，台中的捷运也需要，新北也需要，没人会在选区里面挡这些。但是这是一个要求他们沟通的一个很大的手法。我的看法是这样，因为现在蓝白的这个席次是多于绿的，所以表决一定赢嘛。所以呢，但是在立法院是利于理的一个地方了，利我表决赢你了，还要说理。要讲清楚，所以呢，我觉得不是光表决我赢了你了，为什么要讲清楚？当然有讲，但是可能讲的不够而且要对这些被讲的人，比如军公教啦，什么农民啊、渔民啊，这弱者，跟他们讲，绝对不会少你们的，1毛都不会少你，要讲啊，要保证他们放心好了，1毛也不会少你，让他免得说到最后，你们就算表决过了，民进党也讲，他本来要删你们的，那我帮你们讲话，所以没删你们了，这票都不要给他们了。一定要注意这个。提讲，因为立法院不能够增加预算，所以如果你送来没有编，你就不能编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违法的一个法案，就是《原住民进法补偿条例》，今年7月份刚过，总共要增加多少预算？20几亿而已啊，20几亿，28亿，结果通过了，他不编，来我们这里一审查的话，就没有了。28亿没有，你欺负原住民了，好，那他们现在侧翼又讲说，这里面什么婴儿津贴没有了，老人津贴没有了，加薪没有了，什么等等的，不要忘了，今年在执行去年审的预算，通通有，然后呢，审查这个预算审查到什么时候？今年底，
所以这只要其实说我们的条件都很简单，志恒刚才也讲了，我们的想法就是一违法没有编列你就编嘛，其他你超编我们回来再看都可以谈。这个东西就是我今年都有钱，结果他说今年就没有钱了，今年怎么没有钱？今年去年通过了，但是讲明年的这一步来讲，我们一定要加强努力。但是最重要就是行政部门太可恶，我们通过的法律它不编预算。不编预算，我们不能加预算了，怎么办呢？你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说退回重编，他只要讲一个，我承诺这28亿，我一定增加，就结束了，就解决了。这个东西啊，其实不要看得太紧张，很多人应该也了解，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在国会休会以前，常常预算都没有通过，没有通过怎么办？联邦政府就关门就关门啦。我照水云念一个跟各位讲，国家公园啊，都关门。我念给各位听：1995年，联邦政府因为国会没有通过这个预算，12月5号到1996年1月6号关闭，整整关了21天。从1974年到现在，大概已经关了，因为这种情形，国会没有及时通过预算，然后联邦政府被迫关门，有的只关1天，有的10几天、20几天都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多少次？20-30次，没有什么那么了不起的。民进党如果认为说这些预算对你很重要，对国民很重要，当然很重要了那你就应该跟在野党坐下来，好好的谈。你认为我哪里变得不合理？那我就要修正一下。我再讲一次，民主国家的精神就是妥协嘛，大家要各让一步，为了国计民生嘛。你明明在国会里面你是少数。国民党跟民进党合作的情况下，你是少数，你少数的结果，你的行政部门应该有的谦虚，应该有的柔和，应该有的妥协的精神，你该彰显出来，表现不出来吗？你是少数，你现在装了多数，那当然就会对撞嘛。我基本上我还是觉得利与理啦，理还是要讲清楚。我认为国民党讲的不够。对，我举例来讲，预算不过谁的责任？赖清德的责任，一句话就好，叫他去解释。不过当然是你执政的责任，怎么是我在野党的责任呢？把抢原住民的土地28亿都不愿意补偿人家，是抢原住民土地啊！原来台湾的土地都是原住民的，你汉人来吧，抢这个抢那个，都把原住民赶到山地去，人家现在种个伐个木，你都不准赔28亿又怎样？对啊，你这种话讲半天，什么法律已经通过。大家不懂你那个法律什么，就是这样子。你抢原住民的土地，28亿都不愿意补偿人家。清楚了。我觉得一定要想这种东西，政治就是宣传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对。好，北检这个第4次提讯彭振声。第4次那听说他招的比较多，到底怎么样也搞不清楚。他说，他们现在议会因为也找了，议会找了几次他都不来，后来来了。他跟检察官谈完以后呢，他到议会去了那这个议会公布了会议记录，金华城案，彭振声说是因为柯文哲交办才研议的，是交办，所以。检察官现在巩固，看起来是先把图例给他巩固起来，就是他的部属都说是他交办。那换句话说，金华城这案子，就是柯文哲这个指示啦，或是同意的，但是不是这样就图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至少他们先巩固说，就是你所以呢，一直把下面的人找来，所以彭振声你被约，这个被这个传的提讯，他们叫提讯室，是因为现在压起来嘛那再比如很有意思，他跟柯文哲在一起很久了，从这台大什么急诊室什么主任，他就问柯文哲说你金华城你到底有刚修几年不修了你到底有收钱没有？柯文哲立刻回答：不要侮辱我没供，我什么收什么钱，绝对没有所以蔡壁如大概还蛮有信心的那另外呢，沈建金已经3次送医，他申请拒保停押。北检今天第4次提讯他，说呢为什么到底还不做裁定？说呢开始是说没有签名盖章了，就送来了，说不行要补盖章送回去，然后说是呢这个因为呢
这个他拒保停押，但是说还在等待他的相关就医资料，所以还没裁定。医院要送证明来，说不能再关了，再关的这个会挂了没有能力了，要这个资料或是资料不全，所以呢，法院没有裁定那另外呢，就扯出他的司机，说他的有几个问题了，我看起来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媒体上登，他的司机呢有帮他带巨款到澳门，他干嘛？可能赌博啊，不见得是送钱啊。听说他到澳门有欠这个很大的赌债，不是前有媒体登吗？那就带钱去啊。那自己带钱目标太大，司机带搞不好大家不知道司机是谁就过了另外呢，不过现在不一定要带钱，你汇钱也可以干嘛一定要带呢另外呢，这个司机就说呢，你带了什么硬女啊、咪女啊、名嘴女啊去开房间，而且是用我的名字我去申请的门卡我门卡开完以后再给你进去的因为你树大招风，我司机反正人家不认识我，那你答应给我的报酬都没有给呢？你不是要给我30万吗？其实也不多，那个钱也不是很多，说什么3000万，30万港币，钱又不给我呢？讲好给我，为什么不给我呢？这个，而且呢，你拿我的房卡，谁先进，谁后进，对不对？我都知道啊，所以你现在是我应该得的等等所以他到底真的假的但后来当时法官是判这个司机有罪了意思就是说他讲的是错的，不是真的。但是呢，媒体又把它翻出来那这个硬是谁呢？咪是谁呢？名嘴女是谁呢？到底是谁？那司机干嘛？说这个冒着被海关扣押、滞留，还被查税，背上10几趟，好几亿的这个港币，10几次，一次不敢太多，10几次那到底是怎样好，我们看一下。戴着口罩打了个围巾，被4度提讯的台北市议员应小薇用文件遮住手铐，想要快步离去。议员有跟主席住同一间饭店吗？但之所以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全因自己曾与威金集团主席沈庆京被捕捉到搭同班飞机。如今刚好又有周刊爆料，沈庆京曾在2018年被自己的王姓专属司机传讯息索讨30万港币，而且在讨钱未果之后，王姓司机更语带威胁的说，有人来跟我要饭店的住宿日期，要调录影，出入房间的是应小薇跟你，还有名嘴女在澳门住同一间房间，其中还有一封关键讯息，写着我拼命冒着海关扣押滞留风险，帮你带上好几亿，也因而被质疑是哪来的金流，如此诡异。然而3度被传唤，现已坐着轮椅的沈庆京，其实早在当年就对这名王姓司机提告。北院的判决书也显示，沈庆京从未承诺要赠与港币30万元，向沈庆京请求付款也没有释法全员。一审将王姓司机判刑3个月，只是现在恰巧检方要追金流，曾经被认为是乌龙的指控，也可能成为破口。院长。这个法律上有一句谚语说梯子如果靠错墙，每走一步就离目标更远。你的梯子所以办案不要办成这个8点档我觉得就事论事，证据力、证据能力。周刊当然是要写更多比较耸动性才能够卖钱嘛。但问题是对一个检察官来说，就事论事。那至于司机所讲的是否真实，我觉得有待商榷了，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到大陆去演讲，带一点点小钱不到1万块都会查出来，说你身上这个扫描就会看过，连人民币都查得出来，钱的味道其实都一样所以我说，对于一个司机讲说他可以这么多次进出，然后带了几亿，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除了我们的海关呢都是塑胶做的，不然我不认为是如此那当然，按照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以证据为主。就算蔡壁如跟这个柯文哲的对话说，你在不刚修我柯文哲说不要侮辱我，即使这样，我觉得新证不可靠，因为人会记忆断层，可能收了，可能忘，可能真的都没收我觉得还是让证据说，因为证据说他最后才能够板上钉钉嘛，大家才不会有争议嘛所以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了那最后想补充一点，就是对一个政党来说了，不论是民众党、国民党跟民进党都一样，党的纪律很重要，两军对阵我们都知道这个阵前倒戈就是叛国。那阵前逃脱呢，视同叛国，在法律上视同叛国跟就是叛国判的罪是一样吗？
所以不论那个罗小弟啊年纪多大多小，这个既然进了厨房就不要怕热了。我觉得国民党如果都不处分都不做任何东西，难怪到目前为止大家认为他就是个好的政党、好人政党。但好人图善不足以自行，这个图法不足以为政。所以我想这个党纪还是应该要有了。人在江湖走，这个党纪还是要有。他们现在有几个委员，大家很怕了，因为有些那个选区啊，蓝绿它的势力这个相当，而且之前都是民进党的委员，好，现在突然国民党委员上来了，对，罢免就怕，所以基隆那一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基隆谢国良，如果谢国良能够挺住，而且呢罢免的结果谢国良大赢，罢免票很少，其他地方那个气就会消。如果谢国良被罢免了，或是那个地方哇蓝绿差不多，其他地方哇气焰就会起来。所以谢国良的第一战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啦。来，村长，基本上我觉得柯文哲在应该没有人经得起像他这样子的翻天覆地。那已经搜查了多久了？到现在都还在编故事，国内所有的政治人物，包括什么，有哪几个人能够经得起这样查？包括你到 ATM 稍微提款，哇，所有都被监视呢。你家里所有东西串流窜来窜去，上穷碧落下黄泉，这样查了多久了？那我们的检调、我们的北检、我们的司法系统，到现在都还没办法。从法官定罪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那个法官的判决当中都是说罪证是要慢慢形成的，然后呢形成它的样貌，就是一个没有那个就好。所以就压人取供，那可以看的，这民进党这一个。可以现在来，不是讲说民进党了，现在检调不管他是面子或者是他怎么样，他请全力，为什么非给柯文哲定罪不行？一定的一个无论如何，那他可以挺得住到现在，我自己认为信心他不会有问题。不，检察官一定会起诉他的啦。对，检察官一定会用图利罪起诉他，只是到底有没有罪？我们现在同样的很多的这个法律的标准，同样去试。这可以看，现在都可以这样，像高虹安一样，最后定一个11万，你可以看他也是遭受了1整年的凌迟，一样都可以做这样子的。我们的完全司法都工具嘛，你要搞哪一个人就搞哪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对民进党而言，民众党会毁掉不行，柯 P 会关起来不行。休息了再回来，这是他最大的。好吧，韩国瑜今天亲自出席民主基金会，因为惯例民主基金会董事长就是立法院长嘛，只是这次政府是民进党，立法院是国民党，立法院长，那韩国瑜当时就提名卢业中担任执行长，卢业中一个政大的教授，什么也很有经验嘛，但是就是卡这个地方，今天终于大家妥协一下了，就是让卢业中当副执行长。然后廖达奇去当执行长，廖达奇甚至在我们节目上，他说他是副执行长，我吓一跳，说你是吗？那后来因为执行长是选不出来，他就等于是代理执行长，所以呢，听说林佳龙今天跟韩国瑜建议的说，这样也没什么意思啊。那卢业中就让他当副执行长，另外2个副执行长就民进党来推派。那廖达奇呢，反正他原来也是蓝军嘛，他算是就算不是蓝军，也不是反蓝军，就是也是都还好嘛那就他既然是代理执行长，就他当执行长，我想是这样劝他了。韩国一看再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嘛，而且廖达奇他也都熟嘛，那也是个学者出身嘛，就同意了。所以这个案子是在今天董事会由韩国瑜提出来的，不是民进党提，韩国瑜提出来，那大家无异议5分钟通过了，所以廖达奇就变成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很多时候很多有官运搞政治很多时候不是人。突然就变成这样，的，所以我跟廖大姐笑眯眯廖大姐很有经验，以前在中央大学当教授也当了很久，文章写的也不错退休了。好，那对退休的教授，那另外呢，所以他们认为这就是要砍韩立委，韩国也要这个卢业中当执行长，我就是不给你卢业中当执行长那另外呢，说林佳龙的建议所以呢，韩国瑜说好吧。
那就这样子吧，所以就解决了哦。只是说他为卢业中抱屈，说卢业中条件这么好，对不对？经历这么好，本来就该当执行长，现在跑去当副执行长。我看一下。民主基金会第8届，我们顺利推出了执行长人选跟3位副执行长，所有的董监事都一致通过。我们非常感谢廖达奇教授愿意接任我们执行长，为了台湾民主的工作尽上更多的努力。另外3位副执行长卢业中执行长也同意出任。另外，我们林佳龙部长身为副董事长，也推荐了2位，都是外交的老兵，都是学业非常的专精，可以为台湾民主工作跟外交工作尽一份非常棒的努力。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个卡司，这样的一个阵容，能够擦亮台湾民主的招牌。当董事长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背过他。你讲吧，怎么样？我们都是董事，资源2个都当董事的，我当的比他早，也比他久一点了哈。那卢业中本来他就是副执行长，原来就是，所以他起来当执行长是在应该的。而且你民进党在当民主基金会这个董事长的时候，国民党也没有找你麻烦，说要干涉你去找执行长，然后执行长要谁，国民党硬要推荐，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风度的问题啦。那韩国瑜当然就做一个让步嘛，其实你如果按照往例来讲的话，请问你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的院长兼董事长的时候，那执行长都是你找的啊。国民党我们有找过麻烦，我们当董事啊，对不对？后来资源也来当董事啊，我们从来都没有干预过啊。所以我真的在讲这个风度了啊。如果说韩国瑜在立法院可以对民进党做在民主基金会可以对民进党做妥协的话，那在立法院里面，民进党是不是也应该要有所妥协？譬如说像预算这个案子，对不对？所以韩国也这样做，我就不错了哦，他可以接受。我觉得廖达奇也是个人才啦，虽然卢业中我跟他很熟，我觉得那个人是很守本分的人，他也不会说因为他的什么政党的颜色，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政党的颜色是什么哦。但廖达奇也不错，所以我觉得做这个妥协，我觉得很好。那朝野大家都这个民主基金会如果自己都不合的话，怎么对外提升中华民国的形象嘛？可是那立法院呢，按下预算的问题呢？我刚刚举美国的例子，就是说你美国是这样子啊，人家也认为说这是你国会的权利啊，那个休会期限到了你没有通过，大家再来协商嘛，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处理的完啊。所以如果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国会里面如果没有妥协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他中央预算是绝对不会通过了联邦的预算，那就是一直关门了，联邦这个机构就关门了，最后就可以妥协嘛，那就双方要让步啊。所以现在球在你民进党手上，你这个预算案你究竟要让步还是不让步？好吧，吴世尧说他是干事长，他说你看，证明我们没有卡韩，得了便宜又卖乖。韩是要卢业中当执行长的，你说你卡到让卢业中当副执行长，人家早就当过副执行长了嘛，怎么是没卡韩呢？我觉得这个计划是到底吃豆腐了。卢业中本来就是副执行长，而且这个韩国瑜提名他当执行长，天经地义。今天董事长要用一个人，为什么你董事会这么多意见呢？对不对？就为什么就吃定韩国瑜啊？这就是一定要卡一下，让他们知道说他用一个歪理哦。他说过去的执行长都是总统派的，没有他就讲这个没有这个惯例啊，对不对？董事长就是立法院长兼，对，然后他是说执行长就是总统惯例派，没有了就大家提意见，最后是立法院长来派，他来指定啊。这个今天来讲的话，老实讲，我是认为，当然这个玉芳刚刚讲的很好听啊，他这个很圆满，可是我觉得韩国瑜有委屈的。他要的人，人家不要他嘛。不管说，也许邵光兄刚刚提到的，是不是以后做了半年，有跟他承诺，做了半年以后换他？不管怎么样，现在来讲都是等于被打一个嘴巴嘛，清清楚楚。但是我要再强调一个，刚才这个玉芳委员不断的强调说，美国的预算没有过，那照样什么什么等等之类。台湾我们预算法是不同的规定，人事案是继续给了，照样。旧的计划照样执行，只有新增的计划不能加进来而已，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没有那么紧张。现在有的钱都继续领。对，我们的预算法不一样了，
大家继续花钱。美国是钱就没有了，公务员待遇没有了，我们是公务员的薪水继续领，你放心好了，该加你的薪也不会不加你的哦，该拿的钱都照样拿，只是新的投资计划，资本们先厚的一下。那基本上了哦，就是说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你董事没有人家多嘛。对，你要动用表决权，我们一定输了。对不对？你动用在这个民主基金会里面，董事民进党比较多，当然国民党比较少，对对不对？所以表决就输嘛。但是奇怪，那立法院表决，民进党就不服气了。对啊，就是这样子，这很阿爸。而且我说实在，民主基金会过去来说，就诚如玉芳说呢，我们在里面说实在的，我们是审一些预算，然后是审他们一些活动等等这些。其实大家都没有在刁难，那彼此都互相都是非常的以礼相待。虽然他们有很多的预算，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很奇奇怪怪，然后大家也觉得他只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其实大家都是维持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认为说，韩国瑜当上这个董事长之后，你就往惯例去，就完全大家是和平相处。你为什么一直不能够让卢业中当一个执行长？他也是你很熟悉的人，他各方面当廖教授我们也都很熟，是很 OK。可是今天说起来，韩院长还是一个妥协了。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一个妥协，因为他过去曾经提到说他是跟这个卢业中是共同进退的嘛。那你现在虽然摆明的就是大家好像和平的一个落幕，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个角力。我只能说，韩院长既然释出他最大的善意，那是否在他所主持未来的协商会议当中，民进党也能够以此然后来展现他们自己的风度？我觉得这样的朝野才有办法做好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啊。那照到这一题，我真的有不太一样的意见。请说。我认为在这个廖达奇到担任执行长这件事情，我认为其实韩院长是里外双赢，因为你说这个卢业中也是他的人马。廖达吉也是他的人马，廖达吉更是他的这个国政顾问团的召集人之一哦。那而且这个我们都说他廖教授啊，因为我们是念政治系出身，我们以前当这个学校助理的时候，我们都说政治系学界有一个这个南霸天就是廖达奇教授。那你说这个两个人2择1都是他的人马，我觉得他这一题他选谁？其实他都是赢，而且为什么说两面都是赢？你看，这蓝营也会觉得说，哇，现在韩院长有一个高度，他这个相忍，他礼让，可是两个都是他的人马。很正常。基本上有哪一个政府会这样对待国会议长？国会议长他的权限，他要的事情就是不给你就给你打脸。那当然最后面呢，可能也是就是无论如何，就是你要的我就不给你了。那我觉得这个更何况这个国会议长。